他就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手上有一个手艺的话，你不会饿死。长辈每次都讲的，以前读个大学你很威风，可是现在丢一个社头，通街都是大学生。你每次讲的说大辫子是吗？呀，就是拿了一个大辫子，就是变成一个大学生了。我妈妈讲了，就我觉得很 stress 的东西是你大了是你要还租金啦，但租金的那个 regulation 是怎样啦，或者是怎样还电费啦，怎样还 tax 啦。Oh my god！ 其实以前讲真的，我那个年代是也没有什么 social media 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能 compare 的就是在班上了。可是现在你能 compare 的东西是 globally， 只要你对得起昨天的你，对得起去年的你，对得起10年前的你，对得起你父母，对 ，it's fine。 You know sometimes bullshit makes sense. Yeah.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 channel， 我是 Vincent， 我是 Chloe。看到我们这个 set 有点奇怪哈，但你应该是还没看我们之前的 vlog 啦。我们在 Cameron Highlands。在一个 caravan 里面。那就小小很 cozy 这样子。所以想到在这个 setup 应该蛮 interesting 一下，就穿到很 cozy， 然后在这个 caravan 里面，有一点 quiet， 有一点小声的，做一个小小的 podcast 啦，应该是比较短的 podcast 啦。今天，probably 可以讲一点心思，或者是有点 history about us。因为最近也是有听到一些亲戚，还有一些人是 DM 我们呢，就是 like 他刚刚毕业，有些是准备毕业，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很迷茫这样子。就 like 我们以前是想度过这一段日子的，其实。所以今天这个 topic 就是毕业过后你应该做什么？这个大部分人都在迷茫的啦。By the way， since 我们在 Cameron Highland and then apparently 我们没有开啦，所以有点奇怪的这个 episode 没有开 ，but it is what it is. So probably 下个或者是下个 episode 我们回去 KL 才有开了。有要送快上来吗？你知道几点了 ？Oh my god！ 可是 Cameron Highland 有茶几啊，没有快啊。我们两个都不是喝奶茶的人。Okay. So basically 今天的 topic 就是讲 about graduate 过后迷茫该怎么做。应该要做什么东西。So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迷茫一点点的啦，就是就是 whether 你是 graduate from 你的中学啊。就17岁 after SPM 那时候，不知道要继续读书，或者是读什么科，要去哪里要怎样 and then 或者是要出来赚钱，还是你从 college 或者是 uni 出来了 and then 不知道你要继续读你的 degree 或者是 masters， 还是出来赚钱，还是做什么 freelance 啊，去公司啊，都有这样子的种种的不同的confusion for postgrad 啦，我们会讲。So 你那时候中学毕业，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这样子。完全不知道。你17岁那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蛮迷茫的，之前就17岁的时候就 SPM 完了嘛，就很多朋友就是进去 college 啦，开始读可能是 foundation 啊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又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也是上科班是，就也没有想到要进 diploma 是什么东西，我是读中的嘛，所以就那时候有 UEC， 我就来 UEC， 然后 UEC 又是来因为以前我的读中就是啦啦队都是我们高三带队的，所以就might as well take a year break 咯，就是读 UEC 咯，结果其实的确是浪费了1年时间了，这样真的 come to think about it， but it is what it is 啦。I mean 已经过了，可以怎样是不是？就是迷茫 UEC， 然后我读中高三的时候还是全校倒数第4名。Do you know that? Yeah, you did tell me about that before. 那故事很好笑，就来 Holy shit， 就到最后是不及格啦。But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打算用 UEC 的文凭去考入 any 学校啦。那时候纯粹可能只是用 SPM 过时间嘛，过时间罢了。其实那个 UEC 我很知道的，那 UEC 对我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拿 UEC 就是不是去台湾读书，就是去中国读书。所以像我们进本地的college 这些其实都只是看 SPM 线的嘛。UEC 就还好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白白读了1年，我才去读 diploma for 2年，然后才进大学。可是 all the way 其实都不知道读什么的，讲真的，就是因为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不知道读什么，然后中学的时候就是读了3科，就是来whatever 啦，进3科咯，然后进 diploma 的时候 OK 了，进3科咯，然后进大学的时候也是进3科咯，就是读 business related 的东西，也就是蛮多人也是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 thoughts 来。不知道读什么，就是读最 typical 的那些科系。要么就是sorry 啊，要么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啊，或者是business masscom hospitality yeah 就是蛮 common 下的。在沙巴，我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在沙巴比较 common 的是这一些，因为我们也是有 limited 的 college 嘛，只是2、3、4间罢了，其实也不多。所以选择也不多，不然就是大部分就是要飞去 KL 咯。那个时候就因为还不知道做什么嘛，所以就是跟家人讨论了，然后就来在本地在沙巴的也不是 uni 啦，就是 college 读完我的 diploma in business， 然后就才打算就这样子。就其实也是你讲有没有 any 目标啊 goals 啊，还是我向往的一些职业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讲真啊 even after 大学都没有。就是你去了英国，其实都没有一个很 clear 的一个 direction of 我要做什么。讲真的，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 thoughts，even 现在出来打了工，做了几年的公司，其实很多人也是为了找钱而找钱，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英国的时候才不是 realize 到，是我让我自己学了一个手艺，就是抓相机咯，就是拍照啊、拍 video 啊这些东西。后来就是我爸爸也是做手工的，手工类型的职业啦，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手上有一个手艺的话，你不会饿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pick up 了这样子的一个 skill set， 然后那个时候在英国才慢慢去 start 我的 journey of 帮人家拍照啊、拍广告啊、拍 MV 啊、拍婚礼啊这些东西。可是你讲毕业出来了之后，我拿出那张文凭出来，我去打工还是我做什么好？讲真的，我也是不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回到来也是一点 culture shock，因为我去英国去了3年，就回到来一些哇，很多东西都不同了。然后我要做什么？后来过了几个月就 COVID 了。讲真的 ，Then you delay the whole thing。基本上什么东西都 delay 了。所以其实你现在觉得迷茫，应该也算正常。只不过我觉得你需要 take more reference from your surrounding 了。你？因为我觉得 Vincent 是让大部分人他都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东西的，走一步算一步咯。可是I would say I'm lucky enough， 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东西。That's one thing 啊，因为我从中学毕业过后，就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要读什么东西。就我对 interior design 有兴趣啦，所以那时候 even though 我在读住 science stream 在华语叫什么？就理科班。我读住 science stream， 可是因为 SPM， 像你读住 science stream 的话，他不会突然间给你accounts 啊，或者是有 arts 啊 related 的 subject 啦，你要自己自愿去拿。对，所以我就自愿去拿，因为我要上这样子的 college 啦，所以他们需要那个 SPM 的成绩在那一边嘛，所以我就 SPM 拿了多2个 subject I would say so 我就 after SPM 真的是去找一个 interior design school which 在 KL 我就找到 The One Academy 咯。Then after that
我觉得我蛮幸运，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啊。嗯，就是我那时候的目标就是我很想做一个 interior designer。But of course, life has different plans for us 啦呀，就不同的领梦突然间走出来，then after that，我们现在就走到我们现在的路线了。讲真的，yeah，so I would say 他跟我的差别是蛮大的，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可是我就是那个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我们想讲的东西是 ，even if 他知道他想做什么东西，可是I mean even if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东西，可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东西是，可是有可能走出来，你们还是会做不同的行业。Yeah， 就走一步看一步咯，像你讲的。很多人都是 like，我觉得以前都很常听过这句话啦，就是哎呀，你读的那一科，到最后你出来也不是做那一行的啦。对，讲真的，以前每次听到这一句话的，可是我不信的呀。以前小时候就觉得，我很 passionate in 这个东西，我去读这个，以后我要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对。But ended up 到最后你出到来的时候现实不是这样子啦。因为有时候讲真的，你读了那一科，你出到来，你第一未必找得到工，第二全部东西都是看你那一年毕业生。现在像我们长辈每次都讲的，以前读个大学你很威风，可是现在丢一个社头，通街都是大学生。可以讲是你每次讲的什么大辫子是吗？就是拿了一个大辫子，就是变成一个大学生啦。我妈妈讲了，就去拿一个大辫子回来样子。所以讲真的，那个大辫子，你问我有没有用？讲真的啦，对我而言还好，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它很重要。尤其是你是读医科，你是读法律，你是读QS， 你是读建筑，这一些需要考 license 的这一些职业是文凭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 require 你一定要需要用这一个文凭来达到你的这个你要的这一个职业。qualification 呢，我们讲可是如果你是说商科还是艺术这些东西，它都是靠你自己本身的本领。对，所以其实你讲读完商科读完这些东西，他们有没有那个用？讲真的 maybe art a little bit， 可是到最后就是看你跑的那一个，你毕业了之后那一阵子 offer 到给你的那个 job 是什么， then you take it or leave it 咯。大概你毕业了之后，你想要做职业 A， 可是你永远你 send 的 offer 是没有一个有的，可是人家 send 给你的 offer 是没有一个是 match 你要的，难道你就白白这样子等3年，为了等那个职业？这样子3年之内也很多大学生毕业嘛，是不是？对，所以就有点 no point 了。所以那所以为什么人家都会讲现在第一个这头同学都是大学生，可是读完那科出来都不是做那一行了。我觉得80% 的人在市面上都是迷茫了，讲真的。只不过我觉得毕业了之后，你走你自己选择的那一条路，你自己去断定它到底是一个对的路还是错的路了。这你觉得whether是中学或者是大学，是你觉得有帮助到你在这个 so-called adulthood 吗？就是你成为了 so-called 的大人呢？我现在想回去讲真，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没有很 strongly 去 support 这个东西，或者讲真的 global 大部分的 education 的 system 都没有教你怎样成为大人。我觉得很 stress 的东西是你大了是你要还租金啦，但租金的那个 regulation 是怎样啦，或者是怎样还电费啦，怎样还 tax 啦。Oh my god！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就很多责任。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不只是职业上的东西，你还有亲情上的东西，你还有爱情上的东西，你还有要打交道，就是基本上是做人了。基本上做人了。来沟通方面的东西，学校有教吗？讲真的，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教完所有这些东西的。讲真的，他就是这边教你一点，那边教你一点，就是针对你那个职业。可是那个职业会不会真的有用到 ？It depends。可是我觉得是大部分是 is like 学校教你的
比如说50% 是只是你出去做工的10到20% 了。Yeah, but 这个 depending 你是什么 career 读什么科目的啦。像 Yes， Vincent 讲，如果是 law 的话，或者是医科的话，那这样子就不同咯。当然是你读的东西，但你真正的去做工那时候是有用到的了。可是我们讲的像 business 啊，学校I would say 大部分都是教 textbook 的东西 Yes， 课本的东西。 Yes， theory only。 So 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还是要 comes down to experience 啦。我觉得不管你读什么东西啦，如果你现在在读书的人还是怎样子，我觉得到最后是看你自己本身的努力到哪里。就是有时候学校教你的东西，它并不是很直接性的去帮助你以后会用到这个 skill set。对。可是你在那一个时期的那个 period， 可能你在学校，你有没有试图跟你的朋友打交道？你有没有 build 你的 connections？这样子可能你毕业了之后，你可以利用这些 connections， 对吗？还是学校教你的一些很 critical 的 skill 啊 ，critical thinking 啊 ，presentation skill 啊，对，感觉上很死板。可是出到来，讲真的啦，你出来你跟人家打工，你也是要对老板，你也是要知道怎样跟老板讲话。你出来做老板，你怎样去跟员工讲话，那个也是一门学问。你怎样去跟顾客讲话，它也是一门学问，也是沟通。所以讲真的，学校教这些东西会教得很清楚吗？没有。可是你需要在你读书的时候就要发挥这一些的 thinking of like， 有什么东西是我能让我自己更加 valuable in the market， 所以你比较容易跟人家比较有 competitive advantage。对 ，Yeah， 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啦。就是如果你 like graduate 了过后，你想要直接做工的话，其实讲真的，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看你在学校那时候你有没有去 enhance 你的 skill 啊，或者是你选哪一个科目啊，或者是你进哪一个大学。Then probably 他们的那个 education system 也是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学校的是教 theory， 有些学校是教比较 practical， 就是他们会请外面的真正的在做工的人来去他们的学校教这些东西，不是只是会课本的人。像你的大学样子就真的是找那一些已经在行业里面顶尖的人来教书。对，要么就是学到的东西是，要么就是有 business， 或者是已经是 I mean 有做 freelance 的，在外面知道industry 的人啦。他不是哪一个一样的 theory 一样的课本教了你5年6年，世界改变了，他还是教你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像学校的课本这样子。Yep， 所以我觉得真的 depends 啊，除非你是讲你成绩很好很好，3拜到你是进了 Harvard， 你进了 Oxford， that is out of the equation， 你进到 Ivy League，这一些全世界最 top 的学校，这样子其实第一，他们的学习的制度肯定是 top，第二，进去里面读书的人也是被 filter 到所有人都是精英，对，所以你出到来的话是你的 connection 肯定是更加好的。如果你进一个普通通的学校，你就必须要很 proactive 的去找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的这些东西 ，instead of 就纯粹是浪费青春了。我觉得不是讲你不能，因为我以前也是有度过有这样子的一些 period of time， 就是上 college 就是为了完成的 assignment 而完成。可是 do I still remember that? No. Did it help me in the future? No. Yeah. So as 大学，所以其实 other than 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反而是我在学校第一我认识的人他也帮到我，第二我在学校之外我也认识到人，所以我学会了不同的 communication skill， 不同怎样去跟人家 deal with business and stuff，怎样去努力自己去钻研一个你自己很强的 skill set 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到头来是你要 try to figure out 你自己咯。Yeah.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 life， like 没有人教你的。没有人教你的，你就是那个 main person 在你的 life 嘛。So it's like 这个东西要你自己 figure out， 你到底要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往什么东西。
And then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在 around 20多岁都会 figure out 这些东西啊。如果你们是20多岁看出这个 video 的话 ，probably 你刚刚 graduate 或者是18、19岁这样子 after 中学中学 college 呀，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会知道他们向往的那一个职业是什么东西啦呀，我觉得是正常的 ，and then 不用觉得太 stress 关于这个东西，like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东西，maybe 你该去放多一点心机，去找有什么东西是 like 你有兴趣的，或者是你做到比较开心的这样子的东西，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 try and error，就是像你这样子，你读了那一个科目不讲你 ，OK 咯，then 读完它拿了，像你讲的拿了那个大便纸回来，then 过后，当你要真正的 start 做工，那时候你才去 explore 其他的东西咯，that could possibly work also 啦 ，yeah，then ended up 做，才 figure out that 这个 work，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 try and error 啦 ，yeah，so 你要去打工的话，或者是 freelance 的话，做 part time 的话，在哪一个公司做哪一个岗位都好啦，这个还是 try and error 的 ，yeah， 就是你除了你真的很了解你自己，你不要什么东西啊，真正这样子你可以用排除法，yeah， 可是 That's good for you, man. 可是 I would say 大部分时候你都是要 try and error 的啦，yeah，but 我觉得在这个 era 是because of social media, right? 它会很多 comparison, yeah. 就是像我讲的，你要 figure out 你的 life 你要做什么东西，and it's okay for 如果你是20多岁不知道你要往什么方面，或者是你还没有 success, OK, 20多岁还是很鬼年轻，讲真的，你还有很多时间。But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是很多人就会有一个 comparison 的 mindset 啦，就是比较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从中学或者是 college 出来了，你还是会看到其他人的 social media，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可是你还有跟你的secondary school 跟 college 的人 Nope. No, Not at all. Yeah, same for me 啦。probably 1 or 2一时半下 ，probably like 1年1次或者是2次这样子。可是讲真的kind of sad 啦 ，but 一进了 adulthood 的时候是变了大人的时候是，你的朋友就少了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们当初的朋友以后不能做朋友？不是讲你不能做朋友，对，会 lose contact。只不过你会慢慢你会发现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想打造的人生，他也不是为你而活，他也是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们就是 split up to do your own thing，所以有时候也是在我能看到一些 video about like 那些中国的学生，然后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就哭，like 他们 used to be 4年的室友 even live together， 然后毕业那一天他们哭到烂 ，reason 是他们毕业了之后，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见面，因为每个人会创造自己不同的人生，走不同的路，可能也很难会有时间再去 meet up， 所以讲真的，像我们这样子已经是毕业了这样多年，是讲真的麻木了，而且有几何你真的有这样的时间出去吹水喝茶，像以前读书的时候这样有空，是不是？所以其实get used to it 了 ，yeah， it probably is time to grow up 。yeah， 讲真的，这个it's hard to accept when 你刚刚 graduate 的时候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happens 啦。我们不是讲 that 每个人一定会分开这样子，可是我们还是有看到很多朋友that 本来是一个 gang 的，还是在一个 gang 啦，只是看他们几场一起玩在一起咯，就是每个人都要做那个 effort 啦。可是如果
你知道你要往的那一方向不同的话，但你的那一个朋友也是 probably 他去外国读书，但after他在外国发展的话，但这样子又不同咯，所以一定会 lose contact 的嘛。probably like 新年如果他回家乡的话，但你也是在家乡的话，但有可能可以 meet up 这样子啦。可是我觉得到头来是很多人就是在 social media 会 post 一些好的东西，可是不好的他就不 post。可是你就看到他的好的，但 after that 你就觉得 like 怎么你这样失败？怎么你还没有像人家这样成功？对，就是你的朋友买车的时候，但你就问你自己，他跟我同一个年纪，我也是该买车了，他已经买车了，怎么好我还没有买车？我是不是迟了？like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啦。可是比较的心态了。可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你看你看我看你好，好，我看你好，你看我好啊。都是这样子。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都是这样子的啦。So 我觉得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 highlight 了，它不是一个符。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社会是因为有了 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是 it changed a lot of people's perspective on success 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在 online 是每一个人只是 post 他最高光的时刻，最完美的时刻在 online 罢了。对，不会有人 post 他很 sad 啊这样的东西的嘛，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心情很低的时候，你又看到朋友这样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很沮丧这样子。可是 realistically 你只是在 compare 你自己的低谷跟别人的高光。For what？ 可是讲真的，你也不知道他们的低是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过得这样好？还是他们第一有可能是装出来的 ？You never know。第二，可能就是他真的是，所以 I mean you 真的是跌过很多次，然后他真的爬起来了。可是所有的那些痛，他也没有 post 过给你看。所有他走过的这种这一路了，难走的这些路了，也没有 post 出来，这样子你就觉得人家一夜爆红这样子。其实人家一夜爆红也是因为过去的不知道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少年在 grind 在努力工作，为了他现在的自己。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去 compare 啦。因为以前讲真的，我那个年代是讲回中学的时候啦，也没有什么 social media 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能 compare 的就是在板上了。可是现在你能 compare 的东西是 globally，什么东西你都可以 compare。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不够，为什么人家比较好？为什么外国的月亮表演？为什么我处在这个环境？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也是感同身受啊。like 我以前也是有这样子想过，为什么自己会开始钻牛角尖啊？自己会觉得很 down 啊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后来我想一想 ，like 第一，如果你处在的环境是你不能控制的，这样子又不是你的错啫。是不是？like you're born in this family， 可能你的家庭没有太过的富裕，不是你的错的，不是你的错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努力一点哦。人家出生就在一个金汤匙的一个家庭里面，这样也不是他要的吗？是不是？He just born that way。他有那个，他可能。你这样子看，他可能有一个起点，他可能比很多人都快。可是讲真的，当你20多、20中、30岁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到，有些人就算是家庭蛮富裕的，他可能到头来跑回去跟他家里人打工，他可能变成一个他的爸爸妈妈公司的总裁。他有可能因为赌，因为anything 不好的东西，然后人生跌住下，也是有。所以不是讲他家境比较有钱 ，he born rich， he had 他有一个 step ahead of you，你就觉得我永远超不过他的啦。这样子，人家有跌的时候的吗？你也有你高光的时候的吗？你只需要努力多一点点哦，是不是？我觉得
我每次相信的一个东西就是天是公平的。就是 easy to understand 容易明白的话，就是有可能一个人你看到他的外观很美，他就是很美很好看很帅，可是有可能他不会读书或者是家境不好，可是他就好看咯或者是今天这个人好看又聪明，可是有可能他的身体不好他的 health 不好，所以我觉得天是公平的啦。只是有些东西改不到就不要勉强咯，因为不是你能控制。如果不是你能控制的东西，就没有那个必要去做这些比较啊。你讲真的，人比人比死人呢，你讲是不是？所以讲真的，我已经开始过了这样多年，我也是慢慢去，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焦虑了，可是后来就觉得，怎么这样子去折磨自己呢？每天去想这个东西，just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就只是做你自己的东西，只要你对得起昨天的你，对得起去年的你，对得起10年前的你，对得起你父母，对 ，it's fine，right？ 你真的是有努力，你尽力了，这样你知道你尽力了就尽力了咯，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就是来顺风顺水可以顺到去80岁的，有些人的财富是40岁才开始的，有些人的财富可能要到70岁才来的，对，就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坚持，是不是？命运呢？Yeah。可是命运会来，如果你努力。That's why people say people are lucky is because they are prepared. Yeah。你幸运是因为你有准备，你没有准备，幸运来的时候你也抓不住，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对，你手上根本就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 knowledge， 所以神也是知道的，还是上天也是知道的。我不是一宗教啦 ，but it's like 一个 something that 你没有这样大的头，没有必要戴这样大的帽。我给你这样大的帽，你也没有这样大的头。这样到最后，我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东西。这样就 you know。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还是每个人需要一直 improve 自己了。就是除了找你想要的东西，你想往的那一方向是，你就需要找你的目的。like what makes you going？ 如果今天有一个职业的话，给你retire 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再做的话，你会做什么东西呀？你要找这个答案咯。可是 before 你找这个答案的话，你就要问你自己，你明天想要做什么东西？你有可能会对于什么东西有兴趣？这个情况下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呀。Before 你问你自己 ，for 这40年你想做什么东西？你想做什么东西 forever？ 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想 try 什么东西啊？因为当你 try 了不同的东西 ，probably 你才可以认识你自己多一点。Yes。你才知道，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啊？有可能你 all along 没有接触到的，可是当你接触到，你觉得，这个我有兴趣。但如果他可以做一个 career 的话 ，why not？ 有时候你就是需要接触多一点，所以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太久了。就去学习多一点，去看 video， 去学。不要一直在你自己的 bubble 了。讲真的，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直在自己的 bubble， 然后一直到我真的去问我自己的时候，我到底以后我5年后想要我自己做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多很成功的人都有讲了。Imagine 你5年后、你10年后你会长什么样？我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 interview 我们的 staff， 就是来你5年后你看到你自己成为怎样？所以讲真的，我自己本身我就一个 goal 了，我知道5年后我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我就有那个目标，我就知道我每一天应该做什么，我一步一步爬，因为爬需要时间。可是你连爬你都不爬，你怎样可以5年后成为你要成为的那个人呢？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啦，right？ 可是就是 part of the journey 咯。5年没有不是10年哦，10年没有不是20年哦。基本上是有些人讲不做咯。都是会这样子的啦。I mean like
这样子啊，你有一个梦想，它就是一个梦想咯，呀。可是你今天不做的话，它也不会越来越靠近你。Yeah. So I think back to the topic 就是 saying about like postgrad 你们有这个 confusion 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啦。可是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其实有什么路的你们可以走是第一 is like continue your studies yeah 如果你是需要这个certificate 这个文凭来去 your dream job 这样子 dream job 或者是 dream salary a higher salary higher pay 这样子 then yeah you can go for studies 如果你是喜欢读书的话 then OK 咯你去继续读书咯 OK like 没有问题的嘛因为有些人是确实是喜欢继续读书 and then other than that 你 graduate 了你就可以出来打工哦yeah 打工在一个公司讲真的 to get experience 或者是一个 salary 也 OK 啦 yeah 就跟人家学习我觉得就出来打工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啦就跟人家学习最重要的是你有做东西不要 graduate 了但过后你待在家因为你觉得你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你就躺平在那边 for 1-2年 yeah 我其实也有很多有亲戚或者朋友还是看过一些小的是就来毕业了之后是不懂得做什么事就在家里黑因为家里有2间所以我们就是不懂得做什么我们就在家里黑1年黑2年2年过了3年过了然后还是还没有做任何的东西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读了的东西也浪费了就 ended up 跟家人做都是有这样子的啦But other than that, continue 你的 studies 或者是去一个公司打工，你也可以做 freelance。如果你是有一些手艺的话，或者你自己会做一点小生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出来拼一拼的。我觉得我也蛮支持刚刚毕业出来的人，是让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的话，是我觉得你可以出来拼，因为你20岁的时候你没有供房供车 any other commitments 的话是你的风险没有这样高所以你至少出到来的时候是你不会觉得你会被很多东西绑住可是当你30到你40你有了孩子你有了老婆你有了老公你有一个家要养你上面有2个老的要养下面也是有的要养到最后你想做东西你已经做不到了所以 why not you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不妨去 try 一下失败不是失败啦1年罢了嘛2年罢了嘛你都还年轻是不是你有时间 I think another thing 我会 suggest 的是 take 一个 year gap 就是although 我有刚才讲就是不要1-2年不做东西这样子你有做东西是好的可是你拿这个 whether 你是中学读完书但拿那个 year gap或者是你读完 college 拿那个 year gap 都好那1年你是去找你自己你去试下什么打工啦或者是跟你家人做啦或者是去找一些 passion project 啦如果你是读画画的但你去 try different type of 画画这样子啊如果你适合不适合这个 career 啊但是你出国打工也是 OK 啊就是 you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life 所以你至少会觉得这个些东西是我之前从课本在学校没有学过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 like 可能这个东西它给你一个启发或者你去跟一些公司 intern 也有一些大公司的老板当初也是因为跟一个 intern 他做 intern 去这间公司然后结果他就变成现在一个很大间公司的老板就是平阳KL 福利的老板我记得这个 story 啦 like 他之前也是去 Tencent 就是 WeChat 的公司腾讯然后就是 intern 然后他就有了那个 idea of kickstart 这个 KL 福利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你看做几大那个是有其中一个很 inspiring 的一个 podcast 然后我觉得 you never know like 你最重要是你要有去 try 啦
你没有 try，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Yeah. 什么路你适合你走，什么路不适合你走，这样不适合你就以后不要再去找这些路咯。这样你适合的话，你就可以 double down、triple down、all in，try， 至少你年轻，yeah， 我觉得年轻是你的本钱啊，年轻是本钱啊，我觉得。So 这个 topic 我觉得已经answer 到不能再answer了啦。Yeah， 我觉得大同小异啦，只不过like站在我们的看法，我们已经是毕业了一阵子，已经是it's been a while 啦，所以有这样子的看法。But 有些人可能已经是闯出一片天了，可能他们的看法又不同。有一些人可能他到30了，他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啊。所以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种人啊，不需要比较啦，就是跟你自己的配性，最重要是你自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最重要是做到开心就好。我觉得那个最重要。So 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应该 enough value for 你们。So 我们也是延续了啦，因为在 Cameron 真的很累。And then Vincent 已经到那个 level of 他延续到他继续讲话。他已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了。That's why 从刚才是他一直在讲话，可是感觉上是他讲的是他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了。我又 brain fog 了。我知道。So anyways， 不代表讲的东西没有用啊。没有。You know, sometimes bullshit makes sense. Yeah. 也不是 bullshit 啊，就因为这些都是我都有跟我亲戚讲过的话，这些都是有人小的来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讲的东西，我就觉得share 咯，只是讲下不知道我讲哪里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每次讲话都是讲这样子的 bullshit 啦，可是我们的 bullshit 是 make sense 的，因为是有过来人啊，或者是有 experience 啊。因为 sometimes 我们讲的是我们就觉得 bullshit 嘛，但 after that 是有其他人就讲哇，你给到的 advice 很好，我们就OK。有不同人不同，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你听那个东西，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啦。So I think this should be the end of the podcast， 因为我们现在要睡觉了。我刚才也是打瞌睡打到 non-stop。所以如果对这个 podcast 有什么看法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啊，跟我们讲，或者你有想知道什么东西啊，还是有什么 topic 我们可以以后一起吹水讨论的，可以 comment 到below啦。然后喜欢这样子的 video 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 subscribe，然后share出去。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